请不要待在房间里超过7个小时，否则你将永远不会醒来。我在电梯里看到了莫名其妙的规则，然而加班的疲惫感让我没有在意。猛然响起的敲门声吓了我一跳，那声音非常急促。我走到门口查看，才发现是隔壁有人在敲门。原本紧张的我也松了口气。正当我准备进屋的时候，身后响起了沙沙的声音。回头发现一张破旧不堪的纸张正顺着门缝塞了进来。出入平安公寓规则：1. 不要待在房间里超过7个小时，否则你将永远不会醒来。2. 房间禁止拉开窗帘，因为房间没有窗户。3. 如果你发现房间内的水龙头没有损坏，请及时联系楼管，他知道该怎么做。4. 楼管查房时不会敲门，如果有人敲门，千万不要发出声音，因为他不是人。这个规则有什么用？我感到非常的疑惑，正想将纸张丢下，可手上突然传来了黏糊糊的触感。我的心突然一慌，紧张地翻开了纸张，背面沾满了血渍。是时候让你知道真相了，在这些房子里住的都是病人，千万不要相信楼管的话，听我的赶紧跑。因为看着没有写完的句子，我一时之间有些慌乱，这张纸是谁塞进来的？可手中纸条上的血渍仿佛说明了一切，冷汗顺着我的额头流下。快出来，别在房间里了，这些房间都有问题。突然我的房门被敲响，敲门声越来越急促，眼看门板已经有些变形，难道隔壁的人已经遇害？现在轮到我了。你是谁啊？你再敲门我就报警了。突然间门外的声音戛然而止，我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口的猫眼上查看情况，却发现什么都没有。这又是谁在搞恶作剧？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感觉脚下一阵冷风吹过，我低头却发现一团雾气顺着门缝飘进了房间，雾气一碰到我就附着在我的身上，紧紧地缠绕在我的脖子上。一瞬间我感觉喘不上气，身上也使不出一点力气。看着墙上的钟表已然超过了7个小时，这个规则果然是真的。然后呢？面前的医生冷眼听着我讲述的故事，颈部现在还传来阵阵的灼烧感。那个梦境无比的真实。医生眯着眼跟我说道：听我的，那个地方不要再住了，你住的那是所谓的串串房，你身上的症状也都是因为甲醛中毒产生的，因为大脑缺氧，外加上工作压力大，才导致你出现做梦的情况。现在的年轻人啊，就是既想住的便宜，又想装修好看，有些黑心商人呢，就是抓住了你们的想法。听着医生的劝告，我了解了自身的情况。可梦里那些奇奇怪怪的规则又是什么情况？甲醛溶于水，而且甲醛遇热见光都会挥发，一般人在甲醛房间超过一定时间都会有损伤。明知道有问题，为什么还要租给别人呀？他们这么做不就是草菅人命吗？我穿进了门外有杀人犯的小说中提前知道3天后会有一个连环杀人犯潜入公寓，他还猖狂地给我留下纸条，表示我是他最中意的猎物。我尝试过报警或者离开这间公寓，但都失败了，似乎无形中有股力量阻止我这么做。看着眼前摇摇欲坠的大门，腐朽的木头窗户，我失落了一会儿，又很快打起精神来。在确认账户的余额充足后，我反手就给5家装修公司打去电话，准备把房间打造得固若金汤。既然我走不出去，那杀人犯也绝对别想进来。这是一篇连续反转的悬疑小说，主人公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各怀鬼胎，杀人犯虎视眈眈地在公寓里游荡，而小说在主人公发现邻居甚至过来玩的朋友都在说谎时停下，停在了最精彩也是要解密的地方。当时的我忍不住骂作者真会吊胃口，而此时此刻穿成主人公的我恨不得钻进作者的脑袋里，问他真相到底是什么。但现在想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，我不能搞定杀人犯和其他人，但我可以搞定这个安全系数非常低的房子。我直接请了5家来自各个地方的装修公司，毕竟我这个人疑心非常重，也看过很多惊悚悬疑小说，知道杀人犯很有可能会假扮成装修工人。于是我让5家装修公司相互监工，当然就算是这样，我也会亲自守在旁边，防止这5家公司的人都背着我动手脚。按照这样的方式，家里的大门、窗户、地板、天花板全部改成我要求的规格，卧室里能藏人的大衣柜，还有和地面有巨大缝隙的床铺全部扔出去，摆上张床垫，我一样可以睡。你以为这些就够了吗？当然没有，我还让人在门口安装了监控。经常看悬疑小说的朋友都知道，监控很容易被人动手脚。为了防止可能混进员工中的杀人犯用假视频糊弄我，我像找装修公司一样，找了9家安监控的公司，分3批安装，6个全面隐形摄像头装在我的门口，同样是1家安装，另外2家监督。在他们安装之前，我特地扯了扯每个人的脸皮，防止有之前的装修工人混进来。毕竟这是悬疑小说经常有的套路。终于我的房门前再无死角，但你以为这样就足够安全了吗？
这还远远不够，万一杀人犯尝试很多遍后，发现不能进入我的房子，气急败坏之下一把火烧了公寓怎么办？所以我另找了3家装修公司，在天花板上装上灭火装置，只要着火，立马会洒下水来。但仅凭这些是不能对抗一整栋楼的大火，所以我拨通了消防电话，公寓里易燃易爆的物品全部被清出去。我又买了5个灭火器，3个防毒面罩，以防万一。火灾隐患解除了，你以为这些就够了吗？还差得远呢！我搞出这么大的动静，肯定会被躲在暗处的那些人注意到，所以装修前我就在房门前挂上遮掩的帘子，就算他们知道我在做准备，也无能为力。再看看现在这些，你以为已经够了吗？怎么可能？房子虽然已经装得固若金汤了，可里面根本没有食物啊！万一那个杀人犯很有耐心，把我一堵上10天半个月怎么办？我吃什么？万一杀人犯断掉了我的水电，我喝什么？还怎么玩平板？给自己打造了个金笼子，再给自己活活饿死或者憋死，最蠢的死法了。200斤大米，200斤面粉，蔬菜、肉类若干，药品也不能少，桶装水也要，以防万一中的万一。我还买了3只芦丁鸡和10几种水养蔬菜，不麻烦送货的工人，我一个人搬回房间，房间里满满当当，我累得满头大汗，但我没有急着躺下，开启金属红外探测仪，把买回来的东西挨个扫了一遍。万一超市里装货的工人或者送货的工人被杀人犯混进去了呢？幸好我一一检查过后，所有东西都是安全的。发电机安在我的次卧，只要我省着点用，还是能供应我的日常需要。我短暂的休息后，继续出门。你以为我房子牢固，食物充足，就彻底安全了吗？还差得远呢。经常看悬疑小说的朋友们应该知道，信号屏蔽器是个非常关键的工具，杀人犯有了它，就能让行凶点成为信息孤舟。所以我特地买了2只卫星电话，等我在门内看够杀人犯的表演，反手就是个报警。另外，这种小说的恐惧大部分来源于武力不足，所以棒球棍、镰刀、防爆盾、防爆叉各1支，这些都是以防万一，不到特殊情况我不会用。所有东西运回家，用检测仪一一测过，我这才放下一半心，找出平板下了几十部电视剧和上千本小说，特别是我爱看的《甄嬛传》，我的另一半心也放下来了。精神食粮少不了，一切收拾妥当，我直接躺在床垫上睡了半天。夜色渐黑，他要来了。意外穿进了门外有杀人犯的小说中，提前知道3天后会有一个连环杀人犯潜入公寓，在已经做了万全的准备后，很快便来到了第3天的夜晚。依依，你在干嘛？我给你带了你爱吃的小龙虾。这是小说中主人公的好闺蜜，好像叫悠悠。随即一张照片发了过来，悠悠对着镜头卖萌，她的手上还提着一个小龙虾的外卖袋，背景是我家1楼大厅的玻璃门，她还真是煞费苦心。虽然这本短篇小说只更新了一半，但根据前面的剧情，我隐隐能感觉到悠悠她不对劲。因为小说中的主人公很信任她，可就在他们藏在某个小空间躲避杀人犯时，闺蜜的表情忽然变得很诡异。小说到这里戛然而止，我并不能确定他是不是和凶手是一伙的，但这次我穿进来了，倒是可以看看这本小说到底是个什么结局。管他是绿茶还是白莲花，都进不来我的房间，伤不了我分毫。想到这里，我立马跑去冰箱拿了可乐和水果，做足了看戏的准备。我刚打开监控视频，悠悠的消息又弹了出来。依依，你发现不对劲了吗？照片。这次悠悠发来的是语音，压抑中带着一丝恐惧。好奇心驱使下，我再次打开照片。昏暗的灯光下，悠悠的红唇异常醒目，配上她的大白皮，看上去确实有些瘆人。难道是自己把自己吓到了？我差点笑出声。等等，玻璃上有个人影。我小心翼翼地放大照片，一个穿着楼管衣服的驼背男人显露在反光的玻璃上。我分明看到他意味不明地盯着悠悠，嘴角噙着一抹诡异的笑容。虽然穿进来不久，可我依稀记得楼管是个女人，难道她就是那个杀人犯？我正想得出神时，悠悠又发来了消息：依依，你们楼管把我当成小偷了，你快下来给我解释一下。悠悠带着哭腔，戏份还挺足。我报了你的门牌号，可他不相信我，非得让你下楼来接我。我歪着头看着悠悠的消息一条条顶上来，并没有回复的打算。下一秒，悠悠打来了语音电话，我迟疑了一下，按了接通键。依依啊，你怎么一直不理我？悠悠焦急地开口：刚刚我在洗澡，没看手机。我慢条斯理地回答：他说是你的朋友，麻烦你下楼确认一下。一个阴森低沉的男声突然从电话那端响起。我现在不方便，要不然你先让他回去吧。我嘿嘿一笑，果断挂掉电话。我就想看看接下来悠悠还会掀起什么风浪。果然，他又给我发来消息：依依，你疯了吗？你知不知道他长得有多凶？
满嘴臭气，看着我不怀好意的笑。我能想象得出悠悠扭曲愤怒的嘴脸，心满意足地灌了2口可乐。既然这样，你就先回去吧，正好我今天不舒服。悠悠几乎秒回。别呀，我还特意给你带了小龙虾呀。我无奈地吐了吐舌头，他还真是执着。没过一会儿，监控里出现了悠悠的身影，他一路狂奔到门口，用力拍着门板。依依，快把门打开，他马上就追过来了，你救我！尽管他的声音里带着焦急，可脸上却没有一丝恐惧。见我迟迟没有动静，悠悠恼了，咬牙切齿地踹了几下门后，牙呲得更大了，应该是疼的。他的囧样让我笑得前仰后合。就在这时，业主群忽然有人发消息，谁家的敲门声这么大，是要拆家吗？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就是谁这么没有公德心，家里是没人吗？楼管是干什么吃的？也不知道出来制止一下，物业费算是白交了。我正在群里爬楼，悠悠又发来消息，依依，我这样多扰民，业主都在吐槽了。我100%确定悠悠不在业主群里，他怎么知道群里的消息呢？既然你知道扰民，就赶紧离开，门我是肯定不会开的。什么？楼下忽然传来了哒哒哒的声音，非常大，像是有人用力敲打地面。闺蜜更急了，不停地拍打着门板。快开门呀！他真的有问题，我好害怕。群里的吐槽声越来越多，这是要闹哪样？不仅砸门，还敲墙，赤裸裸的搞事情。到底是谁家？出来冒个泡，给大家解释一下。我还等着休息呢。楼管呢？赶紧出来！你要是管不了，就赶紧换人。被敲的是403，我家对面，他应该在家，不知道为什么不开门。401的话音刚落，我成了众矢之的，有人疯狂@我，也有人私信问我出了什么事情，我依旧没有发声。几分钟后，潜水许久的楼管终于发声，对不起大家，是我工作的疏忽，我这就过去解决。楼管的话瞬间转移了大家的注意力，我松了一口气。你怎么解决？要是再处理不好，我就投诉你。楼管没有再回话，没过一会儿，只是往群里发了一张图片，内容是他手里握着一把带血的刀。可奇怪的是，刀上似乎用什么给包裹了起来。群里瞬间安静了下来。你发这个是什么意思？你可别胡来呀！与此同时，哒哒哒的敲击声离我越来越近。依依，他真的来了！你是想害死我吗？你还是不是我的朋友？现在不是了，你要是真害怕，就赶紧离开，万一出了什么事情，我可不负责任。悠悠听了我的话后，脸色铁青，表情越来越扭曲。就在这时，驼背的男人从楼梯的拐角走了出来。意外穿进了门外有杀人犯的小说中，在做了万全的准备后，迎来了第3天的夜晚。现在，杀人犯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进入我的公寓。一只干枯的手掌忽然出现在悠悠的肩膀上，悠悠被吓得惊声尖叫。我捂着嘴看着他的样子，心底不由得暗爽。透过屏幕上，我能看到2个人好像在说些什么，声音很小，透过监控的装置我听不清，而一旁的手机不停地发出消息提示的声音。楼管还能不能管了？刚才就是敲门，现在还有尖叫，这个公寓还能不能住了？谁说不是呢？之前那个楼管大姐就很好，治安也特别好。是呀，也不知道她去哪里了。我听说是出了什么事，别瞎说。咱们的楼管一直都是安大爷，什么时候有个大姐了？果然没错，这里以前确实是一名大姐在做楼管。我立刻盯紧手机，不想错过任何一个有用的信息。刚才有一个小姑娘迷路了，咱们楼道有些暗，是我突然出现吓到她了，现在已经没事了。天色不早了，大家早些休息。下回你要注意点，不然我们白交物业费了。邻居们晚安。而悠悠也在手机上给我发了2条消息。依依，小龙虾我放在门口了，既然你不愿意见我也没关系，但是龙虾记得吃，你是最喜欢吃龙虾的，无论什么时候我都是你最好的闺蜜。听着闺蜜做作的声音，我让她赶紧回家。虽然听起来像是和我诀别一般，但我依旧相信自己的判断。我紧盯着聊天记录，此时群里寂静无声。明明之前这个楼管发过拿刀的照片，为什么这个事情被大家忽略了呢？还有，明明楼管是个女人，为什么401说他是男的？难道是为了让我放松警惕？果然小说中说的没错，邻居们也不是什么好人。看了半天戏，我肚子也有些饿了，想了想，我转身去身后准备拿点东西吃。可就在此时，我突然注意到我买了还没来得及吃的维 C 片好像有被打开的痕迹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我明明已经对所有物资都做过检查，可我也并没有打开过这个盒子。我赶忙打开了药品，发现里面的药片变成胶囊，于是来到网上寻找这种胶囊的药效，发现这种胶囊竟然是治疗精神类的药物，如果正常人服用的话，会对神经造成不可逆的损伤。看到这，
我不禁有些头皮发麻。我检查了一下整个家里，发现根本没有被人侵入的痕迹，但是厨房的刀竟然也少了一把。我猛然翻看手机，这才发现楼管手里的刀正是我家的那一把。为什么他会有我家的刀？我的思绪有些混乱，看着时间慢慢靠近12点。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如此的坚信杀人犯一定会出现，我紧紧盯着监控，可能是这几天的疲惫，也可能是因为精神的高度紧张，困意逐渐袭来。为了精神一点，我来到客厅的桌上拿些咖啡，在准备去冲咖啡的时候，我注意到了桌上杀人犯留给我的字条。下意识间，我再次拿起了纸条，而这次我看着上面的文字，总觉得有些眼熟。文字的一笔一画，它仿佛像是一道闪电击中了我。我立刻拿起一张白纸，在纸上写下了相同的话，一模一样。那个杀手写字和我一模一样。无数的思绪在我的脑海中展开延伸，我好像将一切串联了起来。无数画面忽然渐渐地出现在我的记忆里，而困意如同洪水一般再次向我袭来，而我仿佛也听到了那个声音：你是我最中意的猎物。原来主人公才是那个恶魔，准确地说是他的另一个人格。而闺蜜悠悠、邻居，包括那个男楼管演的这出戏都是为了救主人公。我拼尽全力跑向门口，我应该打开这扇门，这样我才能救出主人公，将这个恶魔绳之以法。门开了，队长，门开了。一睁眼，我离开了杀人犯小说的世界，回想着剧情中的种种，有些感叹，也不知道我的决定有没有影响小说的走向。当我打开小说，发现故事已经到了结尾的地方，只见小说的最后一段写道：女主最后被控制了起来，积极接受治疗。闺蜜悠悠满脸担忧地看着她，女楼管所幸并没有被伤到要害，很快就出院了，但所有人都没有看到，在阴暗处，悠悠又露出了阴沉邪恶的笑容。我因为玩游戏蹭了个网，却让全家陷入了一场离奇的灾祸。晚上我窝在房间打着游戏，正玩得起劲时，网却突然断了。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的我瞬间火冒三丈，迅速窜到客厅去查看情况。此时爸爸站在路由器前，正面无表情地盯着我。我有些心虚，结结巴巴地问：怎么没网了？爸爸咬牙切齿地说了一句：作业写完了吗？天天玩游戏能当饭吃？骇人的眼神让我吞了吞口水，小声地说了句知道后，不情愿地回到了房间。书本上的字一个都看不下去，我烦躁地躺在床上发呆。不甘心的我拿出 Pad 继续搜索附近的 WiFi， 看看有没有可能蹭一下。果然有一个叫免费共享的 WiFi， 让我瞬间眼前一亮。我激动地点了链接，下一秒一个网页弹了出来，提示我需要填写调查问卷就可以免费使用网络。我内心闪过一丝迟疑，即将碰到确定键的手指生生缩了回去。可游戏的诱惑让我心里直痒痒，最终还是点了确定键。页面上随即出现了问题，性别、年龄、居住的地区，看到都是些无关紧要的问题。想了想，我便输入进去。系统随即提示还需要1步就可以使用免费 WiFi 了，有些小兴奋，我不自觉搓了搓手掌。这次是一个选择题，以下哪种是你的交通方式？出租车、公交车、自行车、私家车。我随便就点了个公交车。下一秒，网络果然连接上了，速度快得惊人。我欣喜若狂地找到朋友继续开黑。隔天，我顶着重重的黑眼圈起了床，妈妈见到后训斥着我：晚上又熬夜了，跟你爸一个德行。姐姐也在一旁偷笑，我不敢吭声，坐在沙发上吃早饭。电视上正在播报实况新闻，麻吉市101路公交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。我猛地停下吃饭的动作，眼睛里满是震惊，看着现场很惨的画面，一股寒流席卷全身。这不是我每天早上坐的公交车吗？如果不是我今天起来晚了，我也会在那辆车上。很久我才平复了心情，难道和我昨晚填写的问题有关？但随后又安慰自己是巧合而已。夜晚再次来临，尽管心有余悸，可是游戏的魅力还是让我再次点开了免费的网络。而今天的问题是，你住的是什么样的房子？单身公寓、普通小区、别墅、宿舍？想着反正也是随便调查，不用这么认真，随手就点了个单身公寓。很快，我担忧的情绪被游戏的快感所代替，又开始愉快地玩了起来。半夜，一阵刺耳的火警声将我吵醒，茫然地睁开眼睛。窗外格外刺眼，拉开窗帘的刹那，我的手脚瞬间冰凉，心脏狂跳不止。对面的单身公寓竟然着火了。这时客厅传来脚步声，我拉开门时，家里人已经都在门口穿鞋了。我焦急地问：你们去哪儿？你爸的车就在对面停着，我们去看看。
爸爸还叮嘱着我，你早点睡觉，明天还要上学。随后他们就出了门。我选择了公交车，公交车就出了车祸。我选择了单身公寓，公寓就发生了火灾。我不敢再想下去，暗暗发誓再也不用那个免费网络了。可就在这时，Pad 里又弹出来那个 WiFi 的链接页面，一瞬间，我的瞳孔收缩，冷汗浸湿。页面上赫然出现了3个人的照片，上面的问题是：你的家人中，你最爱的是谁？请注意听。接连几天，墙那边都会发出这种奇怪的声音，就好像是用手指不停扣着墙。但我却敢怒不敢言，因为我的邻居真的很可怕。第一次见到他是我刚搬进来的时候，男人面对着门一动不动，看起来有些怪异。本着邻里和睦相处的原则，我主动上前跟他打招呼，但在他转过头的瞬间，我还是被吓了一跳。一块巴掌大的印记在脸上，头发凌乱，几乎掩盖了他深陷的眼眶，使他看起来很阴森。我努力挤出一个不自然的笑容，他直直地看着我，突然把脸凑到我的跟前。这诡异的行为把我吓得一哆嗦。揭示了男人的古怪后，我祈祷着和他不要有任何交集。然而当天晚上，隔壁就传来了敲墙声。起初我以为是男人在挪东西，并没有在意。可是今天半夜，这扰人的敲墙声再次响起，似乎比昨晚更用力。噪音在寂静的夜晚显得格外刺耳，我的心烦躁不止。尽管觉得隔壁男人不好惹，可我还是泄愤似的用脚踹了几下墙壁，企图给对方一个警告。可对方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扰民，相反的，敲墙声越演愈烈。怒火中烧的我更用力地踹了几下墙。隔壁突然停了下来，我终于松了一口气。可接下来，隔壁就像疯了一般，震得我耳膜和心脏极其不舒服。我忍无可忍，冲出房间直奔隔壁。门被打开的瞬间，一股冰冷的气息扑面而来。男人阴森的脸赫然出现在眼前，房间居然弥漫着一种红色的灯光。这一幕让我的脑袋瞬间短路。几秒后，我结结巴巴地表明了来意，希望他不要再制造噪音。但男人一言不发，只是死死盯着我，让我感到心里发毛。我逃跑似的回到了家，但是不久后，那个声音又响了起来，可我却没有勇气去质问他。第二天清晨，因为没睡好，我浑身不自在地起了床。吃早饭时，一条新闻吸引了我的眼球。麻吉是一个女孩下班路上离奇失踪，至今下落不明。我还特意看了眼事发地，居然离我住的区域并不远。晚上下班回家时，我在楼梯口又遇见了隔壁的男人。男人手里正拿着一把铁锹，阴森森地站在那里。一瞬间，我感觉毛骨悚然。我紧张地和他打了声招呼，男人并没有回应我，依旧死死地盯着我。我硬着头皮从他身边经过，然后逃命似的甩开步子，锁好门的刹那，瘫软地坐在地上。一想到那个男人盯着我的眼神，我的头皮一阵阵发麻。抓起手机给闺蜜打去电话，希望能在她家借宿一晚。这个房子我是真不敢住了。在朋友家里，我终于睡了一个安稳觉。一早醒来，手机上弹出一条新闻：失踪女孩在山上被人发现，已经失去生命体征。变态！我暗骂了一句。突然，一阵敲击声再次响起，我的心一下子提了上来。循着声源找了过去，是闺蜜在敲击桌子。我问闺蜜：“你在干嘛？”闺蜜说她刚好在研究摩斯密码。一瞬间，我好像想到了什么。我用手在桌子上敲起了那个熟悉又陌生的声音。
你知道这个声音代表什么意思吗？3长2短3长，这个是 SOS， 求救的意思。什么？我在浴室里发现了一团不属于我的长发，开始我认为只是上一任租客留下的，随手清理后便没放在心上。然而今天新的头发又出现了，不安的情绪瞬间涌上心头。我没有室友，房间的门卡也只有我一人持有，难道有人在我不知情下进了我的房间？因为是公寓出租的旺季，公寓管理员李姐带我来看房子的时候，只剩下这间404房间，屋内的布局和宣传单上介绍的几乎没差，当即我就决定入住了下来。可没想到，我已经连续2天发现这个不属于我的头发了。我率先检查了门窗，并没有被破坏的痕迹，可是头发肯定不会凭空出现，这一切真的太诡异了。我去找了公寓前台小美，她总是笑容满面，又和我年龄相仿，我们一直聊得很投机。但今天在她的话语中，我得到了一个重要的信息：公寓的管理员李姐有一张万能房卡，也就是说，除了我，她也可以打开我的房门。难道真的是李姐吗？正在我思索的时候，刚好碰到李姐神情慌张地从隔壁的房间走了出来，她尴尬地冲我点了点头。就在经过我的时候，她头发的香味瞬间引起了我的警觉，和我浴室里的那团头发味道惊人的相似，这让我更加对她产生了怀疑。但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我迈着沉重的步子回到了房间，印象中我隔壁住的是一个年轻长发文艺男，生活中他们之间应该不会有任何交集才对，为什么李姐会从他房间出来？我心里纠结万分，想直接去质问下李姐，可又拿不出任何证据。好在隔天晚上浴室里并没有新的头发出现，我心事重重地整理着衣服，却意外地发现最喜欢的红色卫衣不见了。我翻遍了整个屋子，但都没有找到。我有点疑惑，不确定是不是搬家的时候没把它带过来，还是说有人拿走了我的卫衣。想到这里，我的头皮一阵阵发麻，但又觉得是因为头发的事情害得我想多了。我觉得有些压抑，想着出去透透气，顺便将垃圾扔掉。然而就在我刚靠近垃圾桶时，我听到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。我定睛一看，竟然是住在我隔壁的文艺男。更诡异的是，他身上穿着的竟然是我丢失的那件红色卫衣。我震惊地捂住了嘴巴，难道是他进了我的房间？但我又想到昨晚李姐神色慌张地从他房间跑出来，还是说是他和李姐之间有什么秘密？我蹑手蹑脚地往后退去，生怕惊动了他会惹来更大的祸端。路过前台时，小美看出我神情恍惚，关切地问我发生了什么事。我忍不住把心中的疑虑说了出来。小美表示之前从没听过公寓里丢失过任何东西，但又出于担心，便表示晚上可以过来陪我。当晚我格外好眠，而我的房间内也没有再多出头发或者出现什么异常。直到第2天下班后，我忘记带房卡，突然想到小美之前跟我提过李姐那边有万能房卡，想了想，我便给李姐打去了电话。电话很快接通，李姐表示她现在不在，让我去找小美，她知道万能房卡在哪里。我瞬间愣怔在了原地，那为什么小美会说只有李姐有房卡？当晚我做了个噩梦，梦里我回到了小时候，有个女孩一直在喊我的名字，小谢，小谢，小谢。一种愧疚感迫使我猛地睁开了眼睛。小美不知何时来到了我的身边，她手里拿着我丢失的衬衫，闷闷地开口道：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是公寓管理员李姐，万能房卡一直都放在固定的位置，我和小美都可以用它帮忘记带房卡的租客开门。403的阿龙一直在疯狂追求我，可我已经有了家庭。那天去找阿龙也是想跟他摊牌，没想到在门口碰到了小西，希望他什么都没有听到吧。我是阿龙，最喜欢的颜色是红色，我很喜欢李姐这样有魅力的女人。那天去翻垃圾桶，是因为我的相机的储存卡不见了，我找遍了所有的角落都没找到。我穿的衣服确实是我自己的，其他我什么都不清楚。我是小美，曾经我有个好朋友，当所有人都孤立我的时候，他也选择远离了我。当他再次出现在我眼前时，我发现他竟然完全不记得我了。下水道口的头发其实是李姐的，不过是我故意放的。小西丢的那件衣服也是我拿走的，就是要让他自投罗网，100%相信我，然后我再将他推向深渊。可没想到他最后还是发现了集市发生恶性杀人案，凶手在逃中，请市民关好门窗，不要外出。泡澡时手机突然弹出了一条消息，当我还没有消化完这条消息时，门外传来了敲门声。你好，物业检查门窗。我泡在浴缸的身体一僵，我们小区根本没有物业呀。我并没有回复，急忙穿好衣服，谨慎起见，我趴在了猫眼处。门外是一个戴着口罩的保安，正埋头在本子上写着什么。我心中的恐惧逐渐升温，回想起半年前业主们和物业的争执，现在突然上门来检查，这太奇怪了。正在我犹豫时，猫眼外突然一片漆黑，是楼道里的灯熄了吗？
但通常情况下，安全出口的绿色指示灯应该还会亮着。这时，一阵微弱却清晰的呼吸声透过门缝传来，刺入我的耳中，让我全身的毛发都竖立了起来。恐怖的认知在我脑海中闪现，这不是楼道的灯坏了，而是有人把脸紧贴在我的猫眼上。我捂着嘴，强忍着惊叫，任由恐惧在心头蔓延。此刻，我不敢有任何大动作，更不能发出任何声响。随后，那人又用耳朵趴在门上听了一会儿，见我屋内实在没动静，便转身去敲了对面的房门。你好，物业检查门窗。他的声音回荡在空落落的楼梯间。我是501，对面是502，住着一个单身宅男，30来岁，可能是个 IT 工作者或游戏主播。他总是默默无闻，看起来有些社恐，可能跟我一样是个 I 人。保安又敲了几下门，没一会儿，一个穿着睡衣、头发凌乱的男人就开了门。两人在门口说了什么，随后物业就被对面小哥领进了门。砰的一声，房门关上，楼道又恢复了宁静。这似乎并没有什么异常，难道这个保安真的是物业派来的？我翻看着业主群，寻找可能错过的消息，但群里静悄悄的，也没有任何通知，这不禁还是让我感到一阵不安。这时，手机提示有人添加我的好友，是502，消息备注是：你好，我是住在你对面502的，请问晚上有物业去你家检查门窗吗？什么情况？物业刚进他家，他却在问我。我迟疑着，并没有通过好友请求，转而发消息给楼下的401的女大学生，因为之前拿错快递有点小误会，所以我们才加了好友。妹妹，我想问下，今晚有物业上门检查门窗吗？我握着手机，有些紧张地等待着对方的回复。下一秒，手机震动了2下，是401发来的消息。有的，刚检查完不久。我暗暗松了一口气，看来是被今天的新闻影响，有一点被害妄想症。我苦笑着揉了揉头，眼睛再次扫到手机里的消息。这一眼，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，但又说不上来。我下意识地抬头看了看墙面上的钟，10点30，物业进去502将近20分钟了，检查门窗需要这么久吗？我忍不住又给401发了条消息，物业检查门窗大概需要花多长时间呢？大约半小时。简短的5个字，看得我心里直发慌。我终于发现哪里不对劲了，颤抖着手翻找着之前的聊天记录。401的妹妹是个表情包控，可这次的2条信息简短干练，不仅没有表情包，甚至连标点符号都没有。与此同时，楼道里突然传来开门声，我赶紧趴到门口一看，物业的人出来了。他把门关上，在本子上记录了几笔，然后转身离开。紧接着传来电梯开门又关门的声音。我赶紧看了看时间，10点35，物业从进去到出来总共29分钟，和401说的差不多。难不成真是我想多了？楼道的灯再次熄灭，周围陷入一片黑暗。我静静地站了一会儿，确认无异状后，终是松了一口气。夜晚的小区很安静，只有偶尔的猫叫声，但想到晚上弹出的新闻，我瞌睡全无。我端着牛奶坐在阳台，我记得单元门口是道铁门，出入需刷卡，而且铁门开关的声音很大。可我坐在阳台许久都没听到关门的声音，难道物业的人还没走？据我所知，6楼是没住人的，且就算他从6楼敲一圈门再下到1楼，也花不了多长时间。一个可怕的念头突然出现在我脑海里，那名自称是物业的男子还在我们这栋楼里。这时401的妹妹又发来消息，抱歉啊，小姐姐，刚刚我在涂指甲油，没法拿手机，是我男朋友回的消息。这次有标点符号，有表情包，还没等我回复，他又继续发，小姐姐，你看到今天的新闻了吗？好吓人，还好我们小区有物业的人上门检查门窗。对了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我们小区换了新物业，1楼的王叔就是物业队长。原来是1楼的王叔，那他不出单元楼就很正常了。我到底在想什么？我回复谢谢你啊，太晚了，快睡觉吧。群里最后一条消息是王叔早上发的，他早上8点的时候在群里发了今日天气预报，他温馨提示晚上会有雷雨，让我们记得收楼顶的衣服。鬼使神差，我点开王叔头像，申请加他好友，没想到他居然秒通过。你好，王叔，我是楼上的邻居，我想问下，今天晚上物业组织上门检查了吗？王叔也很快回复，对的，物业临时组织上门检查，你现在在家吧？那你有去过401吗？我帮他拿了快递，可现在又联系不上他，那他没在家吧？我刚刚敲门也没开，你现在是不是在家？我这会儿就上来。收到这条消息，我的手机差点掉到地上。王叔怎么说401不在家？可401明明说王叔已经去过他家了，一个说去过，一个说没去过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见我没有回，他又继续发，你是住在501吧？你在不在家？怀疑有杀人犯混入了我们这栋楼，他似乎已经盯上我了。你是住在501吧？你在不在家？见我没回，王叔急急忙忙弹了我2个视频，我没有接受。印象里王叔是个有些慢性子的人，可从他刚才的字里行间里，无不透露着一股急切和压迫感。为了保险起见，我直接回复对不起王叔，我今天不在家。消息发出去后，王叔那边再也没了回应。
总感觉王叔有些不对劲，但我也说不上来。我目前能做的就是提醒邻居们小心那个杀人犯。我在群里发了一个红包。这栋楼里，1楼只住了王叔一家，2楼没住人。301是位养狗的小姐姐，担心扰民，每晚出去遛狗。401是刚念大2的妹妹和她男朋友。402是个热心肠的男子，叫小赵。5楼就是我和对面那个比较宅的男子。6楼未住人。眼看红包已经发出去5分钟了，一个领红包的人都没有，我有些焦急，看了眼时间，马上11点半了。想了想，我还是把业主群里的几个邻居都加了一遍好友，可都没有回应。301的小姐姐这个点应该要遛狗回来了吧？我焦虑地站在窗户边往外望，天空突然划过一道闪电，紧接着响起轰隆隆的雷声，随后豆大的雨滴开始砸落下来。或许301看到了天气预报，所以今晚没有下去遛狗，他很有可能已经睡觉了。我松了口气。下一秒，我的微信响了，又是502发来的好友邀请。你好，我就是想问问，你觉得今晚是不是有点不对劲？他的话让我瞌睡彻底没了，汗毛直立。502，他也发现了异常，我赶紧通过了他的好友请求。然后问他为什么这么说？你今晚有听到3楼的狗叫吗？对哦，我才想起来，301的小狗生性活泼，所以经常半夜听到狗的叫声，这么大的雷声它肯定会狂叫。我仔细回想了一下，今晚确实没听到它的声音，会不会是睡着了？刚才那么大雷和闪电，狗的耳朵很灵敏的，那雷声早该把它吵醒了。所以你是什么意思？他那边显示消息正在输入，许久发过来一句，可能就是你想的那个意思。听他这么说，我汗毛直立。我想的那个意思，3楼的狗狗它，难道我们这栋楼真的进杀人犯了？又是一道闪电划过，接着是一阵巨大的雷声。雷声过后，紧闭着的窗户中隐约传来2声狗叫，看来又是虚惊一场。我擦了把额头的冷汗。你听，3楼的狗叫了，可能是最开始的雷，没把它吵醒。这会儿它醒了，听到了，但你还是小心一点。我总觉得今晚不对劲，你检查好门窗关好没？我再观察下，有事跟你联系。好，我回复他。我瞅了眼门口，门是关好了，但还可以更结实一些。我悄悄把桌子挪到门口时，门外突然传来一阵细微的呻吟声，有人在我门口。救命！我赶忙透过猫眼看去，可门外一片漆黑，什么都看不见。我吓得赶紧给502发消息，我家门口有个人，可我看不见。你家那个位置能帮我看看吗？我吓坏了，打字的手都在颤抖。过了许久，他回我了，确实有一个人趴在你门下，他手上还拿着刀。我从我家猫眼看对面502，除了一团漆黑和一点绿光外，什么都看不见。楼道里这么黑，他怎么会看得如此清晰？是王叔吗？没看清楚，我马上报警。你躲进卧室不要出来，把房间门反锁好。我按502的提示刚往后迈了一步，门口突然响起猛烈的砸门声，每一次大力的敲打都像是砸在我心上，我的心咚咚直跳。他到底是谁？我怀疑有杀人犯混入了我们这栋楼，而他此刻正在疯狂砸我家的门。楼道的声控灯伴随着砸门声也亮了起来，可我不敢往外看。就在这时，402的小伙通过了我的好友申请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激动的手都在颤抖。终于有人回复我了，便赶忙将今晚的情况大致跟他说了一下，让他别出门，小心一点。402的小赵年纪不大，25、6的样子，平时会晨跑和健身，是个身强力壮的年轻小伙。这下即使是敌人在暗，我们在明，胜算也大了些。我还告诉他，在我门口的人可能是王叔，我让他千万别出门，只要不出门，等警察来，我们就没事了。可402却慢悠悠回复我一条：什么王叔？他刚刚不是还来我家检查门窗吗？我上来看看。502说门口那人手上是有刀的呀。我怕402上来受到伤害，连忙阻止：哥，别上来，他有刀，你去看看新闻，今晚麻集市发生凶杀案了，凶手到现在还没抓到，很有可能就是门口那人啊。那有点刺激，这不是行走的一等功吗？你放心妹子，我练过的，他有刀，我也有啊，我还正当防卫呢。你别怕，你刚刚不是说502也在家吗？你让他帮我吸引一下注意，我绝对能制服他。平时只觉得402的小赵是个精神小伙，没想到脑子确实挺神经。这种时候，他居然想着上来单挑，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脑回路不太正常的人？你别上来添乱了哥，他现在的目标是我呢，你就在家待着，你别等会儿把自己给搭进去了。可那边再也没了回应，这小子不会已经收拾东西上来了吧？我赶紧将这件事告诉502，502同我一样，气得连发3个问号。门口的砸门声还在继续，知道有人要上来后，我好像也没那么害怕了，便大着胆子往猫眼方向看去，可没想到竟然不是王叔。门外的人头发凌乱，浑身上下都是血，他是楼下401妹妹的男朋友小兵，他的手上确实拿着一把刀，通红的眼睛一直瞪着我家门的方向，楼道里的灯随着他的动作忽明忽暗，画面看起来很是诡异。
在我印象中，小斌是个斯文的男生，怎么会变成这副模样？他身上的那些血是楼下妹妹的吗？难道他就是那个杀人狂？那之前说要上来找我的王叔又去了哪里？就在我胡思乱想时，电梯叮的一声停在了5楼。402的大哥不会神经到直接坐电梯上来的吧？门口的砸门声猛地停了下来，我再次透过猫眼看去，只见小斌慢慢靠近了电梯，电梯门缓缓打开，里面却一个人也没有。就在这时，小斌背后突然窜出一个人影，猛地一脚踢向浑身是血的小斌，两个人迅速扭打在一起。原本说好帮忙的502迟迟没有开门，我担心402会有危险，慌乱地拨打了报警电话，问帽子叔叔为什么还没有来。不好意思，女士，之前我们并没有接到马吉小区的报警电话。502并没有报警，他为什么要说谎？等等，我猛然想起小斌敲我门的眼神，他的眼神不是暴怒，不是杀红了眼，似乎是害怕。他在害怕什么？我看到他们扭打后被扔在了一边的东西，是那把刀。我看得并不清晰，可502究竟是怎么在一片漆黑中看到小斌手里拿着这把小刀的？就在这时，楼梯间闪过一个人影，定睛一看，竟然是502。他不是在家里吗？瞬间，整件事变得清晰起来。王叔半夜收到消息说麻吉市发生恶性杀人案，凶手没抓到，所以接到通知要连夜检查小区内业主的门窗。他是从楼下往楼上开始检查的。最开始他确实检查过301、401、402，然后来到了我家，因为我在洗澡，加上心理恐惧，就没有给他开门。于是他去了502。进入502后，王叔意外地发现对方就是杀人狂，所以被残忍杀害。而后走出来的那个人其实是换上安保衣服的502，他直接去了401。小斌也是在慌乱之中逃到了我门口。我猛地冲出房门，大喊道：“我们都被骗了，502才是凶手！”声音一出，在他们都愣在原地的片刻，我趁机将手中的辣椒水直接喷向了502。就在502看不清的时候，402和小斌也缓过神来，跑上前将502制服。没过多久，帽子叔叔就赶了过来。看到帽子叔叔，想到这一晚的惊心动魄，我终于松了一口气。